我也是第一时间坐车赶往了一个离我家最近的鸡冠食堂，并且我成功吃到了一碗闭门羹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咱这边这个食堂对外开放吗？不对外开放，就是我就是想进去吃顿饭可以吗？不对外开放，不对外开放。他也吃啥不太不做饭。好了，谢谢啊。我也不能白来一趟啊，在这个地方拍个照留个念吧，是吧？希望这个地方能早日对外开放，这也是我们普通人保障食品安全卫生最具有性价比的办法了。你们一边吃，我一边搞。今天大家吃的菜都是刚刚从市场上买的，比如这个又白又嫩的豆腐，这里边就有化工原料茭白粉，茭白粉又称茭白粉，学名次硫酸氢钠甲醛，通常在工业中用作漂白剂。食用掺有茭白块的食品会损坏人的肝脏、肾脏，严重的导致癌症和畸形病变。我说一道菜受不了，可这桌子上的所有的菜都有问题。看豆芽啊，是用安全的方式，在粉条里边也有茭白粉，只有菜蒜，农药才能严重超标。这鸭血啊，它叫鸭血，可是这里边基本上就没有血，全是用各种添加剂合成的。吃一顿可能会要命的，可是你们要清楚，咱们的百姓天天吃的就是这种东西啊，天天吃的就是这种东西，而且不知情。要不是我同事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台中市政府下面还有个员工餐厅。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本来只想要吃个午餐，意外的这样子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，因为它真的是油亮的，感觉真的是超赞。如果大家有经过台中市政府的话，其实中午也可以去它的员工餐厅吃吃看哦。这边的烧腊我觉得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这里是台北市政府嘛，据说里边的食堂可以进了。今天大家试一下，有点害怕，看到门口有保安，因为毕竟从大陆过来的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待会儿被逮起来，说是匪谍什么的，试一下吧。啊，你好，自助餐。这是原米豆，现金90。OK。好，谢谢。进来了，没有安检，然后90台币，还可以。看这个菜，90台币，也就10几块钱，很不错了。从台北市政府的食堂走出来了，刚才进去的时候还担心会不会被安检什么的，因为看有保安呀。但是就啥都没人管，直接就顺顺利利的进到那个地下1层，然后进去食堂，90台币吧，然后自助餐，很便宜啊。就是虽然菜品我觉得就是正常水平，但是就是体验不一样，毕竟能进到对吧？台北市政府的人家的员工餐厅可以去吃饭，还是一个游客，那种体验真的很难，可能你们很难体会，因为在中国在大陆地区你要去那种市政府都很难，你更别说去他们食堂了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就来聊聊一个让人又笑又气的对比，大陆的机关食堂和台湾的市政府食堂。大家都知道吃饭是件事，但吃的有保障又能省钱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咱们平常不是就聊聊几块钱的路边摊吗？谁能想到这几块钱居然能在机关食堂里吃上午菜一汤？10块钱，大家听清楚了，这啥概念？你要是在北京、上海去个高级餐馆点菜，可能连餐前水都不够喝，但机关食堂午菜一汤还能给你个温馨的套餐。说到这儿，估计有些人已经兴奋了，哎呀，吃得这么好，那得赶紧去试试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你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机关食堂虽然好吃便宜，想吃门都没有。我亲自去了，问了下你们这食堂开放吗？结果人家直接就来了一句不对外开放，哈哈。不对外开放让我只能欣慰的想，这才叫机关风范，这吃不到的高档餐才是最让你欲罢不能的好菜。首先我们从一位网友的亲身经历说起。这个网友在某个自媒体视频里讲述了他去机关食堂的经历。他想着反正是公共资源，食堂价格低廉，营养又足，难道不能在这种地方吃一顿性价比高的饭吗？抱着这种简单的心态，他兴冲冲地去了某机关食堂。结果迎接他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吧。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手机上的 ChatGPT 帮我想了一个地方。我简单的上网查询了一下，机关食堂的饭菜确实非常的便宜，午菜一汤才需要10块钱。至于什么是机关食堂呢，这边感兴趣的可以去自己了解一下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也是第一时间坐车赶往了一个离我家最近的鸡冠食堂，并且我成功吃到了一碗闭门羹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咱这边这个食堂对外开放吗？不对外开放，
就是我就是想进去吃顿饭可以吗？不行，不对外开放。不对外开放。还要去啥？我才不做饭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我也不能白来一趟啊，在这个地方拍个照留个念吧，是吧？希望这个地方能早日对外开放，这也是我们普通人保障食品安全卫生最具有性价比的办法了。有其他推荐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。到了最后的总结时间了啊！优先推荐肯定是机关食堂，这个不用我多说什么。在这里呢，我个人还是非常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赶紧的开放这个机关食堂，因为呢有非常多的低收入人群，他们是没有钱来保障自己的食品安全。像机关食堂的这种非常的便宜，而且安全卫生都有保障的地方，就应该开放给那些低收入人。你能想象他的心情吗？这就像你本来打算去旅游，但人家一开始就告诉你，这里是私人领地，不允许你进入。说白了，在大陆，很多政府机关的食堂，虽然是公共资源，却根本不对外开放，普通人根本进不去，想要享受便宜且有营养的饭菜，几乎成了奢望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，很多机关食堂都对外界关上了大门，很多地方的普通市民想吃上一顿像样的饭，还得找有没有特殊渠道，或者耐心等待开放日，简直跟过关斩将一样。而政府工作人员倒是可以轻松进出，享受极低价格、高营养的健康套餐，这背后的门槛可是普通民众永远也跨不过去的。你想想，这机关食堂5菜1汤才10块钱，你觉得是政府有多慷慨？成本上能对得起吗？错，都是你的税金在撑着。机关食堂的一顿饭，有肉有菜有水果，还有蔬菜，挺全的。这个钱是谁在填补呢？不就是大陆这些普通人吗？他们可能平时舍不得吃有机食品，对吧？总觉得买不起，不能常吃，但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的钱已经被源源不断的抽走，用来补贴给别人，那些吃得健康、吃得好的人，而且他们吃的还便宜。你说那些差价是从哪来的？不就是你们的钱在撑着吗？你天天辛辛苦苦交的税，最后都成了他们吃高档饭的基金。你觉得这公平吗？你1分钱掏尽了，最后连个高档食堂的门槛都摸不到，这不就是典型的领导吃得好，群众吃土吗？领导们在那吃得白白胖胖，而咱们普通老百姓真是连个外卖都得计算一下卡路里和钱包。而且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是让人触目惊心，什么科技与狠活一类的，简直就是给大家上了一堂如何能百毒不侵的公开课。你看那些新闻，罐装食用油事件简直可以拍个恐怖片，谁能想到油里竟然可以藏着这么多秘密？而且你还真不能说他们不科技，那真是科技创新提升了食品黑科技的精度，拿去喝能壮胆，拿去炒菜能送命。再说那些个狠活，说白了就是狠心，想把你吃个精光。要不怎么说吃个火锅都得心跳加速，难道是为了提前体验点惊险感吗？吃个东西你都得先问问，这到底是创新菜，还是直接挑战你的免疫系统？看看这些，真是让人笑到腹痛，但也不得不深思，这种狠活和黑科技背后，究竟是对普通人生命健康的不尊重，还是对底线的不断突破？局的丁局长吧，徐主席想请您中午来政协吃个饭，您下午有个会议要准备，好吧？是农业局的单局长吗？我是市政协，徐主席想请您中午来政协吃个饭，您下午有个重要的客人，好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那么多人都不来，我来请。江市长，我是许志龙。徐主席亲自邀请我们大伙吃饭，给我们什么好吃的？清水衙门家常便，各位局长请。徐主席请我们吃清素啊！吃素好，豆腐白菜保平安嘛。来，多吃。徐主席想的周到，让我们吃素菜，营养偏黄。吃素好啊！绿色健康啊！来，你们一边吃，我一边告。今天大家吃的菜都是刚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，比如这个又白又嫩的豆腐，
这里边就有化工原料吊白粉，吊白块又称雕白粉，学名次硫酸氢钠甲醛，通常在工业上用作漂白剂。食用掺有吊白块的食品会损坏人的肝脏、肾脏，严重的导致癌症和畸形病变。刚说了一道菜就受不了了，可这桌子上的所有的菜都有问题。看豆芽啊，是用安水烤的，这粉条里边也有吊白粉、韭菜、蒜头，农药残留严重超标。这鸭血它叫鸭血，可是这里面基本上就没有血，全是用各种添加剂合成的。吃一顿可能不会要命啊，可是你们要清楚，咱们的百姓天天吃的就是这种东西啊，天天吃的就是这种东西，而且不知情。我的妈！再来，我们说到台湾，这就有意思了。一个中国游客随便逛台北市政府，居然能在市政府餐厅吃饭，90块台币，啥概念？别说台湾食堂，光是想想在大陆，你想进个政府大楼，是不是得先给保安大哥一通解释，你是来干嘛的？进门前要不要填表格？事事得走流程，像个小透明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中国游客分享的经历。这里是台北市政府嘛，据说里边的食堂可以进啊。今天大家试一下，有点害怕，看到门口有保安，因为毕竟从大陆过来的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待会儿被逮起来，说是匪谍什么的，试一下吧。东北没有乱搞东西啊。好麻烦啊！没有自助餐。这是原米粥。啊。现金90。OK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这个。啊，这个和这个。好，谢谢。进来了，没有人安检，然后90台币还可以。看这个菜。90台币，也就10几块钱，很不错了。从台北市政府的食堂走出来了，刚才进去的时候还担心会不会被安检什么的，因为看有保安呀。但是就啥都没人管，直接就顺顺利利的进到那个地下1层，然后进去食堂，90台币吧，然后自助餐，很便宜啊。就是虽然菜品我觉得就是正常啊，正常水平，但是就是体验不一样，毕竟能进到了对吧？台北市政府的人家的员工餐厅可以。去吃饭，还是一个游客，那种体验真的很难，可能你们很难体会，因为在中国在大陆地区，你要去那种市政府都很难，你更别说去他们食堂了。我没有去过什么北京市政府啊，什么天津市政府，什么都没有去过，从来没有进去过。但是我之前不是在那个大陆央视上班嘛，上了3年，就说当时央视的食堂吧，我当时是临时工身份啊，没有编制的，就是我们吃一顿饭在央视的食堂是20人民币。然后菜品很好，虽然20人民币，但是有10个菜，然后还有什么西式甜点，还有饮料畅饮，还有水果，反正就是还有汤圆什么的，各种各样的，只要20块钱，其实很便宜了。但你知道那些有编制多少钱吗？就是有编制的央视员工吃一顿午饭才3块钱，早饭是1块钱。我们临时工身份吃早饭是5块钱，然后吃午饭是20。不过虽然比他们要贵很多，但这个价格在北京相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吃到那么好的那个菜，其实真的是非常便宜了。可惜它食堂是很好啊，但是它是不对外开放的。就是中国的公家单位的食堂真的是非常好，质量非常高，但是那不是对普通人开放的。所以虽然台北这个食堂我吃的感觉菜品一般，但是它是人们普通人能进去的，我觉得这点非常让我感动啊。因为有些地方可能老百姓也不会天天说去人家市政府吃饭，但是能不能去，对吧？和你去不去，这是2个概念。就是你让我去，我可以去，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去。但是你在国内其实很多地方你想去，但是他们不让你去，对吧？所以这种差距带给我的那种冲击感还是蛮深的。也让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非常的好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你看这差距，你就明白了。
台湾政府大楼就这么随便的欢迎民众，吃饭价格也不贵，服务也透明，真是个人民式的服务。而在大陆，别说食堂了，就连一个窗口排个队办理个事都得像过五关斩六将一样，还得拼了命去争取一个小小的服务。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，台湾的市政府餐厅对外开放，自由进出，就像是普通的餐饮场所，没有任何复杂的手续和条件。而且与在大陆某些政府大楼里吃饭可能遇到的严肃保安、复杂安检不同，台湾的市政府大楼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温馨开放的社区，不仅有食物可以满足你，连进入大楼的自由度都高得多。然后呢，你们看，咱们普通人都还在外面瑟瑟发抖，攒钱吃点好饭，而大陆政府大楼内的那些大人物，想进来进来，想吃饭吃饭，那叫一个方便快捷。不过说实话，您吃的这些饭可都是普通人背后拼命工作，交税给补贴出来的哦。再看看自己，那些难得吃一顿优质饭的普通人，面对的是艰难的生活压力，食堂门口连个微笑都见不到。所以说嘛，政府这碗饭真是吃得挺好的，吃得肚子鼓鼓，脸也红红。可能唯一没想到的就是，门外有一群跟我一样的老百姓，靠边站蹲着等。但你不来尝尝，没人会告诉你这种味道的苦。只有每年税单上的数字，才会让你感觉一丝丝的滋味。要问我推荐哪里吃饭，你都不用想，还是政府食堂。只不过咱们普通人怎么进得了那扇门呢？这件事也许永远是个谜。你看啊，这两国的差距，一口吃出来的不仅仅是饭菜，背后是权力与普通人的重重阶层。吃得安逸的不是咱这群吃土的普通人。不过感谢那位网友帮我找到了答案，吃一顿好饭需要的不是钱，而是能不能进得了那个门。这些看似简单的食堂差异，不仅仅是吃饭那么简单，这实际上揭示了两地在政府透明度、社会管理和公民待遇上的巨大差异。在大陆，很多公共服务都高度行政化，普通民众的需求往往被排除在外，而台湾则更注重服务于民，无论是市政府食堂，还是政府大楼的开放性，台湾始终传递出为了人民的信号。这种差异根源其实就在于两地不同的文化和管理体制。在大陆，政府机关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往往被拉得很远，即使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，很多时候也带有很强的阶层感，不适合你这样的普通老百姓。你想吃个便宜又营养的饭，首先得看是否有资格进门。你想办个简单的证件，有时得排队等几个小时，甚至一天。你想接触政府工作人员，通常也得通过重重关卡，像是参加考试一样。但台湾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，政府更多注重的是平等和透明，给每一位公民的服务都很贴心和实在，没有太多的复杂程序，也没有等级制度的差异，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资源和待遇。即便你是外地游客，走进市政府的大楼，依然能感受到政府在你身边的存在，而不像大陆那样高高在上的感觉。台湾的体制则强调民主、透明和公民参与，这使得台湾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更加开放、平等和包容。此外，台湾的社会整体更加注重人本理念，注重每个个体的价值。而大陆虽很多地区的文化仍然无法完全摆脱那种官本位的管理模式，为人民服务真的在中国现在任何一个镜头或者地方出现，它都是最讽刺的一句话。人民作为被服务的对象，你都进不去这个政府大楼，你说怎么服务我？政府大楼的门不是你想进就能进，那门根本就不是朝你开的。如果大陆能够借鉴台湾的一些做法，尤其是在公共服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上，或许能在民众心中建立更多的信任。毕竟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挂在嘴上的口号，而应真正落到实处。好了，
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